那2个祸害已经投胎转世了。这地府有2害，1害一株花，2害一本书。曼珠沙华与生死簿不务正业，天天吃瓜惹鬼宴。是，干得好！他的地府终于清静了，而留在原地的崔珏面露难色，看着离去阎王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同情。毕竟刚才一阵鸡飞狗跳下，那生死簿可是把地府的一件宝贝给抢走了。臣叩谢皇恩。云大人，不必这么用力，四姑娘身体娇弱，可别碰坏了。云老头，有你这么坑闺女的吗？反正我是不会去上朝的。不去也行，那咱们一家子就一起躺板板吧。毕竟违抗圣旨，那可是抄家砍头的大罪。不是，那入朝为官这事儿凭什么落在我身上？我才12岁。那大哥本就要入仕，你举荐他呀。小妹，我已是举人，来年便参加会试，倒不需要举荐。我要跟娘学习管家之事，没有时间。那三姐她……小妹，我是庶女，不敢有其他奢望。再说我更喜欢女工，三姐信你，一定可以胜任的。我这……爹，我觉得五弟啊，他天资聪明，提前培养一下，您觉得如何呢？云清墨忍着笑，瞥了一眼睁着无辜大眼睛的2岁幼弟。他当然知道爹为什么让这丫头入朝为官，还不是因为她那诡异的心声吗？尤其是她从小到大身体里的那一本小书书格外神秘，能把所有人的一生都查探得一清二楚。哎，爹，这要是实在不行的话，你收个义女如何啊？闺女，要不你瞧瞧圣旨，这上面指名点姓，就是要你当官啊！爹，就这么决定了，明天跟爹一起上朝。你可是东邻国第1位女官，走出去别提多有面子。小叔叔，你帮我看看，袁老头他真是我亲爹？有这么坑自家闺女的吗？小花花呀，我查过，是你亲爹。那这样的亲爹，我能换吗？小花花，别难过了，要不你跟你娘商量一下，让她改嫁，就可以换爹啦。娘，我给你打个声子。哎，娘，你别走啊，娘！死丫头，又给你娘挖坑。去试衣服吧，不合身还可以改一下。不要，心情不好。没事儿，明年等大哥考中，陪你一起上朝。谢谢您哦。大哥，等你考中了再说这句话吧。还有啊，好好珍惜你现在剩余不多的时间吧，以后有你痛苦的时候。二姐，三姐，哎，小叔叔，你说我在地府的时候给孟婆当助理，真没想到投胎之后还要干活。我可真惨啊！哎呦，别这样说，你想想啊，在人间活得自在，还是在地府活得自在，不就是上朝吗？
我把百罐的瓜全部都扒给你吃，那不得多得劲儿啊！唉，小叔叔，若不是我，你肯定也会投胎成人的。喂，打住啊！这句话我可不想再听了。当初我只是生了灵智，不曾化形，体会不到当人的乐趣。何况真投胎当人，没有能力，那不得呕死啊！四小姐，官服送来了。小叔叔，你说我要不要溜之大吉？你不怕连累云家，你就跑呗，反正有我在，你是能活到寿终正寝的。他从地府抢下的优越之石，前段时间居然可以连接到阎王的纳戒空间。他悄咪咪地设了一件防御法器给小花花，就怕一个不注意，他把这条小命给玩没了。那还是算了吧。这家人也挺可爱的。丫鬟桃枝放下手中的东西后，脚底生风似的逃离这里。四小姐，该起床上朝了。四小姐，老爷，四小姐她……罢了，这么早上朝，确实有点为难她了。云啸天，那是你亲闺女，如今已经入秋，你就不能给你闺女套件衣服啊？天气转凉，有你这么当爹的吗？桃枝，一会儿你在马车上给四小姐收拾妥当，还有吃食，一定要让她吃一些。媳妇，手抽筋了。老娘我的屁股！四小姐，这官服好像有点长了。你总是没事。一会儿丢人的可不是我。哼，我才不怕。切，我丢人也就相当于你丢人。谁让你是我亲爹？这死丫头，从小到大没脸没皮的。只希望今日的朝堂平安度过吧。小云大人，都是同僚，倒不用这么见外。按理说史官这个职位不需要再多配一人，但皇上圣旨已下，他只能照做。反正过几年他也要告老还乡，就当是提前培养新人。徐大人，让你看笑话了。哼！臣有事上奏。哇！我靠！是哪个王八蛋闲的没事在那儿飙高音？我吓死姑奶奶喽！臣有事上奏。准。陛下，虽说本朝民风开放，但从未有过女子入朝的先例，何况此女还只是金钗之年，更不符合规矩，望皇上三思啊！嘿，小叔叔，哎呀，这个王八蛋居然敢弹劾我！老娘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上朝，但哪里轮得到他在这儿瞎逼逼的？对，这个王八蛋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你等着，我扒他个祖宗18代！对，判死他丫的！跟小云大人说话的又是什么东西啊？你没听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是小云大人的，或许这便是皇上下旨让他入朝为官的理由。很好，第一个倒霉蛋出现了。皇上，若真让女子为官，岂不是寒了天下所有苦读诗书的学子？嘿，我操，这个王八蛋还较上劲了是吧？小叔叔，快点，老娘等不及要收拾他了。对朕的决策有异。臣不敢。其他大臣呢？可还有意见？小花花，我翻到了，
这鸭子就是个畜生！啊呸！说畜生都抬举他了，应该是茅坑里的蛆，恶心，恶毒之极。能让小叔叔都这么生气，这人一定是犯下了天理难容之事。快告诉我，赶紧告诉我！等下朝之后，我一定想办法将此事捅出去，闹得人尽皆知。嘿，还不想让我当官，我就先罢了他的官服。嘿嘿嘿嘿。他叫周朝勇，礼部侍郎。年轻时在老家娶了一个农门媳妇，考上举人之后，觉得农门妻又丑又穷，于是找人陷害他通奸，族人当场抓住陈塘，请女下毒弄死。他之后为了赢钱，另娶商户之女，生下一子。待他入朝为官之后，又嫌弃商户上不了台面，暗中勾结山匪，造成了意外而死。至于儿子，那是传宗接代，所以留了一命。我操！这玩意儿是怎么当上官的？皇帝老是眼瞎了不？很好，养不教，父之过。作死！这个不孝女怎么能在心底骂皇上呢？这是要害死我们云家！小荷花，虽然皇帝老儿眼神不佳，但是他不轻信谗言，治理国家，造福百姓，政绩上还是值得称道的。这点我信，毕竟我爹夸皇上都快要夸到天边去了都。这次就算了，放他一马。哎，小叔叔，那你知道他们怎么了吗？小花花，我也不知道啊，我一直在跟你说话呢。皇上，刑部最近……小叔叔，你有没有他杀妻的证据？我去揭发。不急，我还没讲完呢。还有，快继续啊！他对外展现出对亡妻的用情之深，一直没有再续弦，也因为如此，外人才高看他一眼。对嘛，朕不是眼瞎，是周朝勇伪装的太厉害了。那接下来呢？他又干了什么？他呀，心里变态的喜欢上了幼女，反正有儿子传宗，怕个屁。官家的那些小女娃他不敢动手，就把目光放在了附近村里重男轻女的家庭上，只要是长得好看的，花银子买，买不了的就抢。那些孩子基本都是5至12岁左右，他们遭到非人的折磨之后，死后就埋在了府里的池塘里。我算算，大概有20-30具尸体呢。什么？该死的东西！不是，小叔叔，皇上为什么发火啊？本花花双腿刚才猛地磕到地上，然后现在又磕，我都快要废了都。到时候就别怪我赖上他。都起身吧。哎，小叔叔，皇上刚才到底是怎么啦？哎呀，算了。哎，小叔叔，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把这个畜生犯的事儿给捅出去吧。小花花，要不你直接上奏，之前这个畜生不也裁了你一本，你现在就报复回去。我我不干啊！我就一个小小的史官，我才不要出风头呢。再说了，皇上信不信我那还不一定呢，万一他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又该如何说？难不成我要把你给供出去？那不得要把我给当成妖怪了不？哎呀，小花花，亏你还在地府当直过，怎么投了一次胎之后，以前把阎王气得跳脚的胆量去哪了？众人已经被这句话惊得全身湿透。地府、阎王、当值，我的乖乖，这云大人的女儿究竟是何许人神鬼也？还有那个叫小叔叔的，能知道这么多事儿，一定是个宝物。但他们任何人也生不起抢夺之心，只能一起供着呗。
出息了，居然生了个来历不凡的女儿，云家老祖冒青烟了。这些官员们个个嫉妒的快扭曲了。哎呀，今时不同往日，该狗的时候还是得要狗的。哎呀，小花花，那些尸体就是证据，实在不行你就直说，你亲眼看到那个畜生将人绑了回去，反正有你老爹给你撑腰，怕个屁呀！想想你兜里的3花2枣，若是检举成功，那皇帝老儿一高兴，赏赐你金银珠宝，那你不就成小富婆了？再也不用到你娘亲面前哭唧唧的要零花钱喽。哎，小钱钱，咱们的志向一定要远大，先累积业绩，等到时机成熟了，让你爹跟皇上提上一嘴，给你先封个县主，接着就是郡主，最后说不定混成个公主，那可是有封地、有实权，还有俸禄的。实在不行，我们就再换个方向，往官位上升，先把那些贪官干下去，我们上位，最后干到你爹丞相的位置上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看你爹以后还敢不敢摔你。小叔叔，你说的对，格局要打开。小花花别激动，咱还有招。什么？还有？小叔叔别说了，我干。臣有事上奏，周大人犯下滔天大罪，望皇上定夺。他先是害死原配妻子及女儿，随后又弄死第2任妻子，强占他人之女，甚至残忍奸杀幼女，种种罪行令人发指。皇上，此人绝不能姑息。我靠！小叔叔，这是哪里来的老逼灯啊？他居然敢抢我的火，让给我盘的！哼，这是怎么回事？周爱卿，你可有什么要解释的？陛下，这是污蔑呀！是有人蓄意陷害臣，臣对陛下忠心耿耿，绝无此事啊！没有证据的事臣不认呐！哼，污蔑！回皇上，下官有证据，那些被残害的尸体就被掩埋在他府邸的池塘之中，只要派人一查就水落石出。皇上，不是我，就这样草率的定了罪。看到这一幕的云华再次不淡定了。好心痛啊，好心痛啊！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哎，小叔叔，他怎么连尸体藏哪儿都知道啊？我不服，你赶紧查查。知晓原因的众人均沉默的不开口，只有许大人正愁的不知如何下笔。他是史官，应该毫无保留的记录呢，还是保留的记录啊？还是太年轻，小算盘都崩到圣上的眼前，不拦腰斩才怪呢。怪了，书上没有记载是他先去的。而且更奇怪的是，周朝勇原先记载的可是活到了99岁，可就刚才记录他的那一页的命格突然变成年40卒，没有具体原因。嚯，果然祸害1000年，能让他活到99，可真的是没天理。那他现在突然改变命格，是不是因为你跟我一起投胎出了故障？怎么可能？哎，小叔叔，既然那个周朝勇的事情想不明白，哎呀，那就先不管啊，反正他也是被关押了。你现在快点翻一翻陈大人，他可抢了我的业绩，我要吃他瓜，暗搓搓的笑死他。行，
我这就继续扒他丑事儿，让你乐呵乐呵。然后我就再去贴个大字报，再编唱儿歌，传遍大街小巷。很好，养不教，父之过，都是云啸天的错。替女儿背了怨气的云啸天浑然不知，他现在可欢乐了。果然，听其他人的瓜就是有意思。小花花来了来了，我带着他的呱呱走来了。小叔叔，他怎么就晕了呢？这早朝也没站多久啊。哎呀，这个陈大人啊，看着身体挺硬朗的，这没想到倒是个虚的，怎么连我这小娃娃都不如？估计肾不行。小叔叔，你说他这个身体，他媳妇儿能满足吗？你个星号毙的！而其他官员呢，则全身不停地抖动，差一点快要憋岔气儿了，统一的偷看了下云啸天的脸色，对他是既羡慕又庆幸。羡慕有个来历不凡的女儿，庆幸不是自家那糟心的娃。来人，把陈大人抬下去休息吧。小花花，别睡，这可是上朝哎，一会儿被发现有你好果子吃。小叔叔，可是我真的好困啊，真的很无聊啊。小花花，别打瞌睡了，皇上不是让你那么早上朝吗？我给你扒他的瓜如何？皇上的瓜。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快说！云大人，你这也是肾虚吗？闺女啊，咱能不能私下聊啊？这皇家隐秘之事，岂能让你给呼了出去了？你是死不了，可你的爹还有云家那些人，可不一定能保得住啊。退朝。而后落荒而逃，同时还吩咐曹公公把之前表现出神色异样的大臣统统叫去书房商谈事宜。当然，云华排除在外。父皇，要不要派高手保护小云大人的安全？毕竟那新生爆料出来的事情基本属实，就怕有心怀不轨的人起什么歹念，事关未来江山社稷，不能马虎。那是你的女儿，你怎么说？回皇上，依臣所见，是该派高手保护，但不是保护他，该保护的是臣与臣的家人。好你个老匹夫，你也太他妈不要脸了吧！云大人是说保护谁来着？是臣与臣的家人。这他妈也太不要脸了吧！你需要保护个屁呀！呵呵，皇上，你有所不知，我那闺女身上……云啸天将云华身上的怪异之处是抖了个干净，包括能听到新生之人可以互相探讨，却不能对听不到新生之人透露半句。众人闻言，脸上是唏嘘不已。相反，对云华身上的那件防御宝贝倒是羡慕的直流口水，尤其是文宣帝，那才叫羡慕嫉妒恨呢。他要是能拥有这件刀枪不入的宝贝，那以后还怕个屁的暗杀呀！那为何有些人又听不到呢？回皇上，只要是对小女心生不满，或是带有恶意之人，都听不到她的心声。云大人，你这是……要不下官送云大人一程？哼，本官与陈大人的府邸是相反方向，倒是不用。不过我记得济世堂好像跟你是同一个方向。陈大人要不去抓几副药，
质量甚虚啊，苦了谁也不能苦了家中媳妇，你说是不是？对，你个头啊！夫人，这可怎么办呢？我们这小闺女肯定会砸在手上的。上香，赶紧上香！老云家的祖坟冒青烟了。你搁这烙饼呢，还不睡？信不信明天一早被你爹扛出来，再扔出去？哎，可是我现在确实是没困意啊。哎，小叔叔，你给我唱首催眠曲儿，或者是讲个故事如何？小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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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叔还在不？小叔叔。老爷夫人，小姐她不见了。你说环儿不见了？整个院子都找过没有？还有她平时最喜欢蹲点的地方，你可有仔细找过？找了，奴婢都找过了，都没有小姐的踪影。侍卫我也问过，他们也没有看到四小姐从房间里出来过。对了，还有安慰怎么说？那个，我撤了啊。夫人，莫要慌，那鬼丫头主意多，许是逼着所有人爬到某个院子墙头去偷听八卦呢。来人呐，速速召集府中所有家丁与暗卫，务必将整个府邸翻个底朝天，一定要找到四小姐。娘，小妹身上有异宝，一定会没事的。爹，小妹虽说不靠谱，但也不会这么晚不在府里。会不会被人套走了？都怪你！要不是你向皇上禀明小闺女的异样之处，皇上又怎会让她入朝为官？现在好了，整个朝堂几乎都能听到她的心声，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小心眼的人把我的环儿给弄走了。爹，你赶紧进宫禀告皇上，毕竟小妹的事皇上也知晓，有了朝廷的介入，寻人的范围和速度都会大大提升。我带一些人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娘，二妹说的对，小妹身上有异宝，性命倒是不用担心。大哥，虽说小妹刀枪不入，但架不住贼人，会不会饿死小妹啊？三妹，别胡说，小妹吉人有天相，不会有事的。云华，你这个瘪犊子玩意儿！李小天，那是你亲闺女，不是个东西。你闺女是猪吗？有你这样把她给拖拽出来的？爹娘，你们没看到我留的纸条吗？你还有闲心收拾人，是不打算上朝了吗？唉，要是以后每天上朝前小妹都来这么一出，这日子可真没法过了。爹，我睡在马车里的哦，您老过来的时候要轻点哦，到了宫门口才叫醒我，我亲爱的爹爹大人。给我安分点，面对皇上，必须要保持敬畏之心，不可以蛐蛐，连脑子里也不能想，知不知道？哎，小叔叔，你说我爹他是不是有个什么毛病啊？管吃管住就不说了啊，这咋还管起我脑子里面想不想的？嘿，哎，我就要跟他唱反调！哎，快，赶紧把皇上的瓜给扒出来溜一圈。这瘪犊子玩意儿，你才有毛病！皇上驾到！
云华乖乖地站在许大人身边放空自己，主要是从昨晚那会儿起，他家的小叔叔居然不搭理他了。小叔叔啊，小叔叔，小叔叔，我家可爱的小叔叔在吗？小叔叔，小叔叔，小叔叔，小叔叔。小发发，你鬼叫什么呢？我不过是处理点事情。他发现幽月之石同上次一样亮了下，这才注意到幽月之石破开了阎王的纳戒空间，他趁机钻了进去。小叔叔，你不讲义气，居然有事情瞒着我。得，算我派了你了。我刚才去偷宝贝呢。偷宝贝？小叔叔，你偷了个什么宝贝啊？啥都没偷到，空欢喜一场。等下次找到机会，我再去试试。闭嘴！哼，女人就是上不了台面。乖，小花花，你离他远点。我刚才翻了一下，这人臭死了，癖好也奇怪，喜欢闻茅房的味道，每次都要在茅坑里待许久才出来，还要求媳妇小心上了厕所不擦屁股呢，留着他晚上闻。啥？哎呀，小叔叔，这人前世莫不是一条狗吧？喜欢屎味儿。小花花，你可算说对了，我翻了他前世，还真是一条在茅厕附近长大的野狗，转世为人还没改掉这毛病。小花花，我跟你说啊，这人前世是条狗，这一世干的事儿也是真的狗。快讲讲看。小花花呀，这家伙可是个卖国贼哦。卖国贼？小叔叔，这个也太刺激了吧！陛下息怒，不妨先听听小云大人与小叔叔的对话，再做决断。奴才怕打断小云大人后，他又将此事抛之脑后。启禀皇上，江南今年风调雨顺，税收。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我勒个去！小叔叔，你快点看看，这个王八蛋还干过些什么坏事啊！我们一件一件的给他扒的毛都不剩一根。对，扒成秃毛狗。怎么说来着？这个人啊，除了叫何心这个名字之外，他还有个名字叫乌林达星。乌林姓氏，这个不是西塞国那边独有的姓氏吗？云华所在的皇朝为东邻国，除此之外，还有与东邻国一样强盛的北疆国。不管是兵力还是资源，都不分上下，表面上还算是相处和平。至于西塞国，那就一言难尽了。面积小不说，还有因为地域问题，资源兵力非常有限，常常侵犯东邻与北疆边塞，为的就是抢粮食。何星这个王八蛋，居然连祖宗都背弃了。那你得看看他的祖宗是谁。小火花，你可以当他是卖国贼，也可以当他是奸细。你别卖关子了，说仔细点。哼，那这又不得不提后院女眷的那些不可明说的事。何星本就是西塞国大将军乌林巴特的庶长子，当年啊，因何星他娘比当家夫人早3天生下他，惹得当家夫人不满，于是派人偷出去扔到边境，哪知被他后来的养父养母捡到，带回了东邻。有一次乌林巴特带兵来抢粮食，无意发现啊，何星与他的小妾有8分相似，多方打探之后确定他就是当年丢失的庶长子，于是上赶着去跟儿子相认。
何星也信乌林巴特的话？信？怎么不信？何星的养父母自从后来生下亲儿子之后，对他很不好，毕竟不是亲生的。何星能考上秀才，都是靠他的教书先生资助才行的。后来何父何母见他有出息，打上他的主意，就是等何星高中之后，想让自己的亲儿子代替他。当他知道养父母的计划，于是先下手为强，把这一家三口送上了西天，而且死状很惨。哎呦，这可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都是个狠人啊。何西没有享受过父爱，乌林巴特稍对他好一点，他就感动的不行，还说要留在东陵当细作。他傻呀，他明明可以当将军府的大少爷，还留在这儿给人打工当牛马，干得多拿得少，这随时还要注意脑袋会不会搬家。谁说不是呢？不过他的职位也不高，吏部员外郎，从6品。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嚯，好家伙啊！这要是让他利用职务之便，在考核升迁上做手脚，安插西塞国的眼线，那可就有意思喽。哼，就他啥意思啊？吏部尚书董万杰是个人精，觉得此人太过于急功近利，不值得重用，于是拿他当摆设看，根本不让他接触核心事务，所以他没机会插手。那这何星不是瞎折腾吗？大功一件。小叔叔，这个人还真的是又臭又蠢哎，当个奸细也当不明白。小花花呀，你可不要小看他呀，他奸细当不好，可人家赚钱厉害啊。京城最有名的2个青楼，满春院与燕春楼，就是他开的。还有北市那边一条街的赌坊也是他的。我算一算啊，这么多年来他涉足的生意可不少呢，赚的钱比国库还多。他利用这些银钱买了许多田庄，每年收上来的粮食他悄咪咪地送到西塞国，还把每年赚的银钱分出1/3给他亲爹，主打一个政务上帮不上，钱财资源来凑。好家伙！不气不气，一会儿全部抄家入国库房，毛都不留一根给他。小叔叔，他钱藏哪儿的？他的寝室床铺下面有个暗格，那个是机关，通往密室，里面的金银珠宝密密麻麻的100多箱。还有他的书房，墙面与地面是黄金砌成，不过他聪明，懂得掩饰。小叔叔，咱们发财了！不是，这些东西怎么就成他的呢？又是想要晕倒的一天呢。这丫头还真是他的吉星啊，他得好好琢磨一下，赏点什么东西给他，省得他成天惦记着扒他的瓜。小叔叔，今晚上我们就是偷啊，不是去当劫富济贫的大盗。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还劫富！小花花，你莫要忘记啊，你现在只是个普通人，人家可是手背森严，能让你溜进去？那你可别指望我啊，我比你还没用，除了翻书啥也干不了。哼，我坚决他，然后求皇上让我带队，毕竟只有我才知道核心藏宝贝的地方，然后再云华这边商量的非常起劲儿，而云啸天已经在想云家人的各种死法了。
启禀皇上，陈大人有事要上奏。哼，我让你笑，一会儿有你哭的。云啸天这老匹夫害人呢！回皇上，陈大人刚才跟微臣说，他要举报何兴何大人，他乃是西塞国细作。臣冤枉啊！老叔叔，怎么又是这个老逼灯来了？回皇上，臣很早之前就发现何大人有问题，这半年来多方调查，这才确定何大人是西塞国大将军乌林巴特之子乌林达星。小叔叔，为什么他会知道的这么清楚？等我，就钻回了书里。何兴，你可有什么话要说？皇上，污蔑，这是污蔑呀！污蔑！来人，给朕去搜查一下刚才陈大人提及的地方，就知道是不是污蔑了。是。完了，全完了。小叔叔，你查到了没有？这个陈大人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啊？干啥？你俩想干嘛？陈大人，你这是又审虚了？陈大人乃是东林的肱骨之臣，孤自然要关心一下。啊，他不会又要晕吧？又犯病了？哼，接我的活，希望你一辈子都肾虚，还是治不好的那种。小花花，我已经出问题了。关于这个老逼灯揭露的此事，我书上没有记载啊。而且何兴这事也是2年之后他自己露出的马脚，才被皇上抄家砍头的。小叔叔，那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没有啊，和平常一样。那就奇怪了。小叔叔，那你翻一翻看看有没有他的瓜，你让我乐呵乐呵，总得是要让我出口恶气吧。今天比昨日早朝时间还长，他居然没晕，甚好了。小花花，这陈大人在外面看着一本正经严谨之人，没想到在家中是个怕媳妇的。昨天他一忙得太晚不洗脚，他媳妇不让他上床睡觉，一脚就踹下了床，他可怜兮兮的在地板上睡了一宿。小叔叔，他跟我爹有的一拼哎，同样都是惹媳妇生气，被踢下过床，打过地铺。彼此。你把陈正浩的挂就是了，你提你老爹的名干啥？没想到云大人，你也是这样的。呀，小花花，他媳妇早产了。咋回事？还能咋回事？被人害的呗，就是为了要换他即将出生的小闺女。小闺女？我心心念念的小闺女来了啊！呸！有人要换我的小闺女。皇上，臣突感心里一慌，请允许微臣立刻回府。不是，他这是父女连心，知道小闺女要出事。哎呀，这皇上怎么还不下朝啊？我还想要去把他家抢头呢，要是再晚的话就来不及了，快下朝啊！皇上，臣看陈大人如此着急，想必家中之事有点棘手，不如臣也一同前去。嘿嘿，老爹，你简直是太给力了！退朝。快给朕准备常服。快去陈正汉陈大人的府邸。还真是我的好闺女。小姐，你还好吧？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你们怎么赶车的？没长眼睛吗？
明明是你们的车横冲直撞，还好意思怪我们？这位姑娘，许是个误会，大家都赶时间，不如就此罢了。我们还有急事在身，实在不便多做纠缠。什么叫不如就此罢了？休想！小花花，那个马车里的小女娃就是陈大人那刚出生的小闺女。这陈大人还是晚了一步，他闺女还是被换走了。小花花，那你要出手吗？出，怎么不出？哎呀，好丑啊！小姐，刚生下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你们将这2个人绑了，然后拖到陈府，我先把这孩子送过去，顺便再看看是什么情况。恭喜老爷，恭喜老爷！夫人生了个千金。夫人如何？夫人早产，不过已无大碍，现在已经睡下。老爷，这已经没有奴婢的事，那奴婢先行退下。站住！你慌什么呀？老爷，奴婢没慌，奴婢只是有些累了，想回去休息。累了？我看你是心里有鬼。不好！来人，把整个陈府给我封锁起来，任何人不得进出。赶紧去查一查门口有没有可疑之人。说，我的女儿现在在哪儿？夫人为何早产？我说，是杨嬷嬷，她给了奴婢200两银子，夫人的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她处理，然后把之前藏好的小女婴抱出来，说是夫人诞下的孩子。好，你们真是好样的。说，你把孩子弄到哪儿去了？后门有人接应。来人，把这2个狗东西先拖下去。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直供更省钱。只希望还来得及。我闺女去哪儿了？哎呀，小叔叔，下次能不能选个靠谱的位置？是你自己说的，抱着孩子不好翻墙的。不是，那陈大人的院子在哪儿？亲人呐！小云大人，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呀，府里出了点状况，我夫人早产，女儿也被黑心的嬷嬷给换了。现在我着急审人，可能招呼不……拿着吧，被黑心嬷嬷换走的女儿，本大人给你抢了回来。虎父无犬女啊！这小云大人一看就知道，未来定是不凡。哟，云丞相当真是好福气呀！啊，他们怎么都来了？不是，这陈大人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小叔叔这人咋回事啊？一点好处都不表示一下，我可是劳心劳肺的给他抢回女儿，还把2个贼人给抓了回来。要不是我，他女儿会被扔到哪儿都不知道呢。谁说不是呢？陈大人，我闺女为了您女儿可是出了大力气，您是不是得表示表示？爹，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你咋知道我在想什么啊？袁啸天心想，闺女啊，能不形容就别乱形容了好吗？显得你没文化。老爷，赵夫人听说夫人早产，过来探望，要让进府吗？赵夫人，不见，让她滚回去。小花花，这个赵夫人可是个狠毒角色呢，她收买了陈夫人身边的杨嬷嬷，所有的事情都是按她计划布置的。赵夫人，她又是谁啊？跟陈家又有什么关系啊？陈夫人的庶妹，早期成过一次亲，但是膝下没有子嗣，被休之后，
改嫁小商户当了继母。他嫉妒陈夫人过得比他好。他本来呢有2个计划。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一是早产，一尸两命；二则是陈夫人命大，侥幸活下来，那就把她的孩子换掉，要让陈夫人一生的痛苦。嚯，他这是心理扭曲，见不得他人比自己好呗。哎，慢着，让他到正厅等着。哎，小叔叔，你看这陈大人的脸色就跟便秘似的，该不会他知道是这个赵夫人搞的鬼吧？啊，有可能。小叔叔，你说我要是没把这孩子给抢回来，他会是个怎么样的下场？那个坏女人本打算将他丢去青楼，后来出了一点状况，到了尼姑庵，长大之后又被土匪抢了去，最后惨死在山上，享年18岁。啊，他这么惨啊！那个假千金呢？未来如何啊？他呀，白眼狼一个。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陈家女儿，还是坏女人陷在夫家旁系的一个孩子，后来为了一个男人陷害陈家谋反，最后导致整个陈家被斩首。而他因检举有功，再加上他不是陈家孩子，留下了一条命。不过后来也是被那个男人给弄死，毕竟不能留下把柄不是？不是，他听到了啥？陈家未来被他斩首，他又不是昏君，怎么可能不派人调查清楚后才下圣旨啊？这锅他可不背。哎呀，幸好啊，早早发现那个小白眼狼是个冒牌货，要不要掐死他呢？小叔叔，这陈大人还真是够倒霉的，被一个祸害害得全家灭门。谁说不是呢？这嫡姐还真是命大，不仅没难产死了，那小贱种也活了下来。哼，就算如此，那个贱种也被换了。等长大以后成千人骑万人压的妓女时，我就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姐夫，姐姐她早产，身体没事吧？我那小侄女还……姐夫，我来的不是时候。不，来的刚刚好。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刺激呀！夫人，姐夫，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没做错什么吧？还没做错什么？你这个毒妇，蛇蝎心肠，你手伸得挺长的嘛。我夫人对你不够好吗？你居然敢害她早产，还想用野种换我女儿？姐夫，你这是污蔑！是谁？究竟是谁背叛了我？杨嬷嬷与接生婆都已经招了，你还敢说是污蔑？胡说！杨嬷嬷这是狗急跳墙，胡乱攀咬本夫人。我与姐姐情同手足，怎么可能会害她？啊！我有证据，我有证据！人当俱获，本大人救下了小女娃时呢，抓了个婆子与车夫，那是赵府管家的媳妇儿与儿子。陈大人，你去查一下，就真相大白。他们被当场抓住了，为什么？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蛇蝎心肠，陈哲瀚，你居然说我是蛇蝎心肠！明明当年元宵灯会是我先遇到你的，你忘了吗？我们还一起猜过字谜。可为什么嫡姐一出现，你的目光就落在她的身上？她脾气暴躁，除了识字外什么都不会。而我比她漂亮，比她有才情，为什么你就是看不到我呢？就因为她是嫡女，
我是庶女，除了身份外，我哪一点比他差？本来我是认命了，谁让他天天在我耳旁提起你有多好，有多宠他？几个孩子聪明又懂事，明明他知道我不能生育，而家后也过得不如意，偏偏要在我面前说这些。我看他就是故意的，故意向我炫耀。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要毁了他，毁了他的一切。小花花，这女人怕不是疯了吧？你最好离她远点，小心战火惹上身。陈大人这是招了一个风流债啊！你什么东西，居然跟他比？我就喜欢他的坏脾气，他的小性子，至少他的那双眼睛是干干净净，不掺杂任何东西。而你，从头到脚都是算计。我眼又不瞎，怎么会选个挑事精回家呢？原来我在你的心中竟是这般的不堪。哎，小花花，这个女人刚才悄悄藏了一只发钗在袖中，主打一个得不到就毁掉。叔叔，这女人发起狠来比男人还厉害。不是，你们怎么能抛弃我呢？本朝律法，陷害他人性命，故意调换孩子者，按律当斩，其夫家亦要连坐，流放3000里。斩首？不，你不能那么做！我要找我姐，对，找我姐姐，她一定会原谅我的。原谅？哼，你可别忘了，你害她早产，又差点一尸两命。我不开心了，我要不是看他刚出生，我保准上抽他屁股。你亲闺女的，别嫌弃。戏看完了，还不走？现在看热闹看得挺爽，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嘿嘿嘿，小叔叔，这个人翻脸竟然如此之快。没事，小花花，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那小女娃的命给我改了，她可是你未来的弟媳妇，而且还是她追着你弟跑的那种。以后可把陈哲汉气得够呛，看你爹那是哪都不顺眼。我弟媳？那2岁的小破孩都有媳妇儿呢。走走，你们赶紧走。为了亲家，要不找个时间将他们的亲事给定下来？不错不错，老大的婚事还没定好，这小儿子的媳妇就主动送上门了。定个屁！这天杀的云啸天！那个报，就是这刚才咱们提到的报酬呢？嘿嘿。陈哲汉愣了一下，吩咐让人从库房取500两银票。爹，我今天勇斗贼人，我这手都差点给干废了，又酸又疼的。哎呀，我这估计是10天半个月都不见得养好，回去之后可不要小气，要给我好好的补一补。准备2000两。爹，娘平时管得严，我这侍女与车夫也是帮了大忙，我居然都没有打赏那小东西，一会儿你给我换点碎银子好不啦？来人，再拿点金瓜子。哎呀，陈大人，这救下令千金也就顺道的事儿，不用这么客气的嘛。那你还好意思的使劲往荷包塞？你怎么不想想，我女儿还是你未来的弟媳妇呢？以后这截胡的事儿，谁爱干谁干。来人，将那个女婴送到尼姑庵。哎，小叔叔，那人的背影怎么有点像皇上？那人咋也这么熟？像太喂，
别叫，是我，太子。这臭丫头也太重了吧！你就算是太子，你也不能当街绑人吧？我要告你，我要找你爹告你去！哎，别激动，姑奶奶，你可别激动啊！不激动才怪呢！哎呀，我跟你也就生了2次早朝的关系，你把我绑来想要干什么啊？不是你别过来啊！我宁死不从的！小叔叔，救命啊！这个太子他居然是个恋童癖，怎么办？我明天不跑了！哎呦，姑奶奶，您可别瞎想，姑什么？姑只是想让你参考一下这新制的首饰样式，听闻姑娘家最懂这些了。姑上月新纳了一房妾室，就想让你看看她是否会喜欢。不气，这是当朝太子，骂不得吼不得，只能供着。小叔叔，你查一下他那小妾会喜欢吗？小花花，我告诉你啊，这个太子殿下被他的小妾戴绿帽子喽。还有那状况呢，那现场要多刺激就多刺激，要是他现在赶回去，说不准能当场捉奸。很漂亮，这个步摇非常好看。殿下若是亲自送到他手上，想来他是一定非常的惊喜的。惊喜？惊吓还差不多。还有更精彩的呢，小花花，他小妾有孕了，但是不是他的。哇！什么？有孕？混淆皇室子嗣，这天杀的柳妹妹！小云大人说的不错，姑这就回去。花儿没事吧？你爹说你是被太子劫走了。太子殿下只是问了点小事，就是被小妾戴了顶绿帽子，回家顺便去抓个奸。哎，就是不能去东宫吃瓜喽。哎，什么？这就对了嘛，皇室的瓜还是关起门来悄悄吃才好。只是要怎么去拔墙头呢？云清墨和云雅、云薇3人听到这样的事后，也是抓耳挠腮的想知道后续，可是谁也不敢去东宫啊。好得很！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曹公公，你说今日早朝，那丫头会给朕带来怎么样的刺激？哼，那些官员们除了领俸禄积极外，啥事都干了。朕早就想动他们了。皇上，小云大人身有神迹，乃是东林之福，有他在呀，皇上您就放宽心吧。你说的对，有他在，朕觉得自己都可以多活好多年呢。皇上，臣以为后日的宫宴。宫宴？什么宫宴啊？小叔叔，咋回事啊？他们看着我干啥？我这是又闯祸啦？谁让你睡着打呼噜的？我都叫你好多次了，你都不醒。现在完了，你抓包了吧？我没睡，那是许大人放屁声，与我无关哦。哎呀，许大人，红薯吃多了易胀气，屁多声小，影响不好的，下次要注意的哈啊！
这丫头还真是个活宝啊！果然有了她，这早朝也是越来越好玩了。小叔叔，刚才那是太子在笑吗？别怀疑，就是他。哎呦，不，完了完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天爷！呀呸！阎王爷开开眼，先把这死丫头拉下去一天吧。小叔叔，这太子昨天才被小妾戴了绿帽子，现在还好意思笑我？要是我的话，我早就没脸见人了。我让你刚才憋不住笑。哎呦，呵呵，反正这事顶多就你知道而已嘛。那红杏出墙的小妾与奸夫被他处理了，知道内情的下人也被警告过，所以他才这么的无所谓。小叔叔，他应该是要报答我才对，要不是我提点他赶紧回去及时捉奸，这要是等将来奸生子生下后，那才是真的没脸呢。小花花呀，那话是这么说，但你能明晃晃的去找太子要好处吗？就算你去要了，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太子你知道他被戴绿帽了？你说他能让你活着？云华瞬间清醒过来，大喊道：不，算了，太子被戴绿帽这事儿咱们翻篇吧，我可不想被他给记恨上。说真的啊，太子看着还挺聪明啊，这倒没想到他眼光是不咋地。确实是，要不然怎么可能认错救命恩人呢？一本书看嘛，就是脑子不行。太子，小女口无遮拦，勿怪啊，勿怪。对呀，太子殿下，咱不气，气多伤身呐。小云大人是东林的福星，千万别露馅啊！你们，南宫一眼也想晕了，但他不能，不然背着吃瓜精再安上一个肾虚，他是真的就没脸见人了。小叔叔，认错救命恩人是咋回事啊？2个月前，太子奉命去剿匪，在回城时被当时侥幸逃跑的3当家给暗算跌落山脚，然后被一户农家女救下。只是这家农户还没有分家，大房与二房各有一女，救太子的是二房的女儿柳苗苗。那被太子带回去给他戴绿帽子的是大房的女儿喽。谢谢你啊，可不可以不要再提醒我被戴绿帽子这事儿了？可不是嘛，大房的儿子考上了秀才，二房一家都是土里刨食，那老人家肯定是偏大房多一点。再加上那柳妹妹养得娇俏，不管是村里还是镇上，上门求亲的多的是。至于二房的柳苗苗，天天干活，人是又黑又瘦。太子这是见色起意，这连最基本的调查都没有，就认为那个柳妹妹是他的救命恩人。我呸，啥玩意儿嘛这是。不是，我没有见色起意，我没有。那个小花花，你冤枉太子殿下了小叔叔，那后来呢？后来呢，是那个柳妹妹的秀才大哥，他见到太子气度不凡，还有他身上佩戴的玉佩也不是寻常之物，就跟家人商量，让柳妹妹顶了柳苗苗的救人之事。二房人都是软脚虾，就只能受着。然后又教唆柳妹妹拿下太子，霸王硬上弓是不行的，想了一出计谋，就是让他在沐浴的时候，太子无意闯入，然后被柳家人看到。这下太子算是有理也说不清了，更何况这家人还救过他一命，不过就是一房小妾，纳了便是。这太子的心也太大了吧，亏他还是未来的一国之君呢。看来还是得找个时间与他好好谈谈。小叔叔，这柳妹妹的眼睛莫不是被屎糊住了？他哥好不容易给他谋了个好去处，山鸡变凤凰，怎么会放在天上的月亮不要，非得要臭水沟里挑一颗石头呢？那太子见过的美人太多了，
这小家碧玉确实入不了眼。柳妹妹入东宫之后，太子就扔到了一边了。这女人嘛，没有尝过男女之事倒也是无所谓嘛。可是偏偏柳妹妹早就被破过身了，太子呢也从未碰过她，她寂寞难耐，你懂的。懂个屁！后来他无意遇到了之前相好过的男人，于是想尽办法将他扮作小厮混进来，然后天雷勾地火，将了呗。最后就是那个太子捉奸，一刀解决。啊，这太子这还挺冤的。笑死我了！他这是什么好吃都没捞着，白白当了一回绿毛龟。哎呀，也是幸好只有我才知道真相，不然他这脸面捡都捡不起来。我谢谢你啊！整个朝堂几乎一半的官员都知道我丢脸丢到家门口了。不对啊，小叔叔，这太子都看不上那柳妹妹，昨日怎么会过来问我他喜不喜欢这只步摇？我的姑奶奶呀，快别疑惑了，也快别问了。我就知道他还是在打我的主意，本大人才不会喜欢这老男人呢！太子打我这小闺女的主意，这殿下他莫不是想不开呀？不是，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啊？老男人，姑还没嫌弃你是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片子呢。啊呸！姑才不会喜欢你这个吃瓜精呢。明日太后祈福回宫，故休沐一日，后日举办宫宴，朝中官员以及家眷必须进宫赴宴。闻言，云啸天快要哭了。爹，你有话就说，你这样子像个老妈子似的，磨磨唧唧的。后日宫宴，我不求你举止娴雅，但必须给我安分的坐在位置上，你那个屁股别动来动去的，听见没有？主要是招别人烦。爹，你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不安分吗？哎，算了，回家里头还是跟夫人商量一下，后日可得把他看牢了，千万不要惹太后不快。这不，云啸天又看到挤在下人堆的小闺女，额头青筋直跳。你，云华，到。爹，嗨，你怎么来这里啦？爹，好了没？我去给你泡茶去啊。爹娘，小妹去参加宫宴，怕是不妥吧？小妹在前朝吃瓜，那是当皇上的眼线，可以肃清朝中蛀虫。可这后宫之地，女人之间阿杂的小伎俩，那可是多不胜数。要是小妹吃瓜吃到了皇家或者是嫔妃的头上，这要不找个理由，就说她感染风寒去不了。不妥，皇上下旨不能缺席。哎呀，明日你看好她别乱跑就行了，夫人莫忘了她身上的异宝啊。放心吧，娘，明日我同三妹一起盯死小妹。大不了明日我藏块砖头，小妹要是忍不住的想吃瓜，我就一砖头敲晕她。宫里规矩多，你好生跟在你两个姐姐身后，看她们是怎么做的。还有，心里也不许想东想西，安静的看表演，吃东西，知道不？哦，不是吧？不让我说话我能理解，这还不许我心里想事情，这要求也太高了吧，我做不到啊！而且你掐我干嘛？我可以再忍忍。我就是手欠，想让你安分点。云华郁闷至极，天地良心啊！他从早上一出门
就被亲娘与亲姐们耳提面命的唠了一路了。现在他连大一点的动作都不敢做，还不够安分吗？娘，我能吃不？小叔叔，这皇宫的水晶糕晶莹剔透，入口软糯，甜而不腻，太好吃了。还有这个饺子，皮薄肉多，一口咬下去全都是肉汁，超好吃。哎呀，可惜了，小叔叔，你吃不到。小花花，不就是一些吃食吗？说的好像你之前没有吃过一样，稳重一点，免得丢我们俩祸害的名头。祸害，确实是祸害。这谁家小姐啊？吃个东西还这么吵的。皇上驾到，太后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小叔叔，快看快看快看，好多的小美人儿，还有领头的那个简直就是个绝色。完了完了完了，我一个女的都快收不住咽口水了，那这些男的岂不是都要把持不住啦？是谁？闭嘴，给我老实点。皇兄，这是什么情况？太子揉了揉额角。之前皇祖母祈福，老二与老三也一同前去，并不知道吃瓜精的事儿。于是在老二诧异老三震惊下，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除了他戴绿帽这事儿。这么神奇的吗？小花花，还真是呢。想想咱们从前在地府，天天面对的不是牛头马面，就是各种死状凄惨的鬼魂。而如今美人跳舞，美酒在手，这日子才叫潇洒。咋了呀咋了？他们看见美人也没必要这么震惊吧？这东西都拿不稳了，太吓人了！牛头马面，鬼魂？你们没事吧？没事。小云大人，小云大人。我屁股！小云大人这出场还是挺别致的。皇上万岁，太后千岁，皇后娘娘千岁。众人实锤了，那诡异的声音就是他。抬起头来。哇，小叔叔小叔叔，这个太后也太和蔼可亲了吧！刚才听到声音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自己要完蛋了呢。小花花，你觉不觉得这个太后跟掌管阴阳的后土娘娘有几分相似？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哦。虽然当年我只是见过一眼后土娘娘，但她的容貌已经刻入脑海之中，怪不得这太后看着就让人非常的舒服，有种想要亲近的感觉呢。这臭丫头心里话一个劲儿的往外冒，都不知道已经把太后哄高兴了。母后，这是云丞相的小女儿，如今入朝为官，倒是个有趣之人。小姑娘唤作何名？回太后，臣女名唤云华。云华？年光开柳色，迟影泛云华。这诗句配你这般灵秀的人儿，倒是相得益彰。呀，小叔叔，太后居然夸我了。那你明白那句是什么意思吗？不懂，但肯定是首好句。皇上，这孩子哀家喜欢，拿去哀家赏给这丫头的。谢太后赏赐。太后娘娘长命百岁，福泽绵延，儿孙满堂，永远年轻不老。这丫头身子单薄，哀家还有一块暖玉，也一并赏给你了。本宫有一对蝴蝶形的玛瑙步摇，与你还挺配的，也赏给你吧。而不明所以的夫人与官家小姐们
那嫉妒的双眼都冒着绿光。凭什么？就凭她是云丞相之女，可以入朝为官，第一次参加宫宴就能同时得到太后和皇后的赏赐。小叔叔，我太激动了！这皇后娘娘简直就是人美心善、温良贤淑、美若天仙。我沦陷了，我被皇后娘娘的美貌给吸引住了，怎么办啊？真的是羡慕死皇上可以拥有这样的美人了。来人，再赏。娘，你别担心，傻人有傻福。肃亲王一家呢？难道是那孩子又病发了？母后，您先别担心，朕这就派人去肃王府查一查是什么情况。肃亲王？娘，肃亲王是谁啊？肃亲王南宫临正是太后的小儿子，皇上异母同胞的亲弟弟，也是东陵的战神。当年北疆国与东陵开战，是肃亲王与王妃亲自上阵杀敌，击退北疆，这才换来与北疆的和平。但是那场战役让肃亲王子嗣受损。庆幸的是，王妃当时有孕，不过也被小人所害，下了奇毒。那后来呢？后来那贱婢被五马分尸。尽管当时太医全力保胎，这世子也是早产7月的灵儿，一生下来全身乌黑，这是把母胎所有的毒素都吸到自己身上。毕竟这是肃亲王唯一的子嗣，宫里宫外所有珍稀药材用上，这才抑制住毒素，保住了世子一条命。但也导致他下腿残疾，只能坐轮椅。他还记得当时夫君曾说过，若是此毒解不了，这世子最多活到18岁，眼下还只剩3年期限。皇祖母，孙儿无碍。好孩子，快让祖母好生瞧瞧，瞧瞧你干的啥事儿啊，害得哀家以为渊儿又出了什么事呢？唉，母后，冤枉啊！哀家的乖孙近日可曾按时用药？身子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祖母，一切都按太医嘱咐用药，你莫担心，孙儿现在很好。苏王妃听着儿子安慰太后的话，更是攥紧了手中的帕子，面儿上略显愁容。今早太医悄悄提醒过他们，渊儿这毒恐怕是等不到3年就会毒发了。有我在，一定不会让渊儿有事的。哎，小叔叔，我看这男人呢就不能有个3妻4妾，这女人一多是非就多，再加上一些想要上位的丫鬟，后宅还能安宁个屁喽！你听听啊，那个苏王爷的媳妇儿，不就是被一个奴婢害得这么惨？最终倒霉的不就是那短命世子？失策了，砖头扔得太早。小叔叔，这世子真的只有3年可活？我翻翻看吧。小花花，这世子命格内页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几行字？东陵世子南宫渊，生于宣景3年，聪明绝顶，然偏妒英才。宣景20年冬月年午，卒于中毒，最多2年半，他就一命呜呼。哀家不信。红颜薄命吧。小花花，要不你还是多读点书吧。你在比我？哎呀，小花花，别生气了嘛，我以后不说你没文化了。哼！哎呀，要不我给你想个报复的机会。小花花，你瞧瞧那个短命世子，人长得不错吧，身世也不孬吧，还是皇亲国戚。小花花，你看哦，他有钱有颜还短命，要不你收了，
这样你爹娘他们再也不会愁你嫁不出去。不是小叔叔，我才12岁。哟，大意了。小叔叔，这要不我跟他定个亲先？是个好主意。反正我们也知道肃王府的世子什么时候死，大婚第2天你就成了快乐的小寡妇。没错，既有身份又有钱花，爹娘也不会再操心我的婚事。谁说不是呢？世子现在这个样子，肯定是没有人愿意嫁过去守寡的。你若是与他定亲，想来这肃亲王夫妻肯定是高兴得很。云啸天夫妻无语啊，其实大可不必，他们早就做好准备，这糟心的小闺女一辈子不嫁人的事儿了。就算渊儿终究逃不过一死，但也不能让人这样算计了去。哎呀，二姐，你别烦我。小叔叔，那我们会不会太缺德了？这世子已经是够倒霉的了，我还打他主意。这有啥好缺德的呀？我还觉得是世子捡了大便宜呢。小花花，你可别忘记你的身份，怎么说也是在下面有名头的。这世子成了你的夫君，挂着你的名号，那到了地府，那阎王与判官怎么也会给点面子，关照他几分，让他下辈子投个好胎，一生平安顺遂，健康长寿。你说的对哦，我到时候呢再托个梦回去，让孟婆也照顾一下他。要不现在就把他俩的亲事给定下。这小云大人本就是东林福星，让她嫁入皇室最好不过。黄伯伯，渊儿不愿意。乖孙，此事以后再议。一想二骂三念叨，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在骂我。小叔叔，这世上当真没有解药可以解他的毒吗？唉，要是能解，他的命格也不会寥寥数语。我曾听说过一个传说，不知是真是假，若是真的，说不准还能捡一条命呢。什么传说啊？小荷花，你还真想知道啊？你不想当寡妇了？想啊，救人一命难道不好吗？说不定嘿嘿嘿，我还可以用此事换取其他好处，比如咱们之前聊过的，可以换个郡主或者是公主，那不是一样的有钱有地位，而且还不用看我爹脸色。给哀家封，大封特封。皇上，若这丫头真有办法治好渊儿，哀家就跟她结拜姐妹，你以后把她当亲娘一样供起来。夫君，你说我跟她结拜成姐妹如何？以后让渊儿当干娘一般孝顺着她。啊！不过小花花，那只是传说啊，你觉得太后他们会信？信。哀家怎会不信？哎呀，管他呢，大不了我就继续做回愉快的小寡妇呗。传说世间有一朵9叶雪晶莲，通体雪白晶亮，它能重塑魂魄，逆转生死，连阎王见了都要避让3分。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瓜子超级品牌周每台再补1万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直供更省钱。不过小荷花，这只是传说，这种神药谁也没有见过，估计希望不大。哎呀，不管如何，我还是给太后一点希望吧，不然怎么能对得起太后给我的赏赐？你说说看，这个9叶雪晶莲到底生在什么地方？这9叶雪晶莲怪就怪在这里，还生于极北之地的万丈冰崖上，成熟之后却生长于极其阴暗之地，乱葬岗、古战场这类怨气冲天的地方。
还会跑路？你确定这是神药，而不是成精？所以我才说这是传说呢。而九叶血精莲却有阴阳二相之说，那岂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小花花，你还要将这消息说出去吗？要。还是那句话，我要从皇帝老儿那里讨要点好处。大臣们不约而同地看向陈哲翰，陈哲翰手中的酒杯险些拿不稳。这群王八蛋怎么就专挑他一个人去截胡啊？他管刑部的，也管不到典籍记载啊。陈大人，咱们走一个。走你个头啊！皇上，吴太医医术精湛，更是博览群书，对《山海经》等志怪奇书也颇有涉猎，想来对世子的病情有不一样的见解。回皇上，下官才疏学浅，不是陈大人说的。哦，可是朕记得几日前吴太医就向朕提过世子身上的毒，好像有一种奇药可解。有吗？有。吴太医或许事务繁多，一时忘记。为什么这一幕是如此的熟悉呢？皇上！吴太医，你上次说的那个九叶血精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小叔叔，你瞧，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剧情。回皇上，对于这九叶血精莲，臣也是从民间异志那儿。吴太医泪水含在眼里，认命的把从小云大人那里偷听来的传说3两句说完。果然，下一秒，云华骂骂咧咧的声音响彻整个御花园。我操你大爷的头！你要去截我胡！你个老东西！要去被截胡了！云啸天这老匹夫家的小闺女，倒是有个性，未来儿媳妇儿好像也可以呀。二姐，你又救我干嘛？王八蛋，一群王八蛋！我咒你们喝水被呛，吃饭被噎，走路被摔，媳妇儿卷铺盖跑了。文宣帝不去听他的骂骂咧咧，直接下旨让人按照吴太医所提供的位置，全力找寻神药九叶血精莲，哪怕只有1%的机会都不允许错过。众人不解，不是小云大人，那下一步流程呢？就这么放过截胡的吴太医？他们还等着吃瓜呢。陈哲翰第一个撂蹶子不干了。小云大人，你觉得吴太医说的那个传说是否……陈大人，得罪谁都不能得罪大夫，对吧？我记得你好像肾虚啊，你就不怕我开一副药送到嫂夫人那儿去？哎呀，开个玩笑，吴太医莫要当真。但凡有一线商机，总该试试才是。问个屁啊！问有啥好问的？姑奶奶现在可真的是烦躁的很，你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截了我2次胡，哼！小心我给你穿小鞋。不是，那怎么到头来还是我的不对呢？活该！小花花，别去了，那个吴太医也可恨，我给你报仇。唉，小叔叔，我现在没心情吃瓜了。这小妮子没心情，着实太好了。小花花，与其内耗自己，不如埋了别人，埋完之后再拍拍坟头，心情不就好了？拍拍坟头有啥好的？还不如高歌一曲。反正我俩是混地府的，没啥好忌讳的。可是每次吃瓜就我一个人独乐了，有没有其他方法埋人的，让对方有触及灵魂的感受？吴太医默默又吃了一颗救心丸，
然后一把抓着陈哲翰的手，泪眼汪汪。一会儿记得将老夫送回去，多谢。哎呀，放心，你我同聊一场，这点小事儿本官应了。小花花，你让我琢磨一下。小花花，这宫宴可不能结束的太早了。你手里的这个是啥？之前偷东西不是没偷着吗？这东西是顺带出来的，叫3月臭臭丸。叫啥？小花花，你可别小瞧它，这东西现在无味，若是扔到吴太医身上，便会立即释放特殊臭味，刺鼻又恶心，100米之内都不能幸免，而且持续3个月，所以才叫3月臭臭丸。小叔叔，我爱死你了！这绝对会让吴太医怀疑人生的，哈哈哈！小花花，触及灵魂不？触，非常的触。还傻愣着干嘛？快装晕呐！皇上，吴太医晕倒了。来人，将吴太医送下去休息。又晕了？不是，这一届大臣们的身体素质这么不行？哎，小叔叔，快！那个吴太医他要晕顿了，他。小花花，你莫急，我这就飞过去，将3月臭臭丸扔到他身上。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零食，边吃边看。这是我刷视频看便宜，直接在抖音商城秒杀买的脆脆鲨，一堆才8块8，香甜酥脆，口感丰富。我还买了好多别的东西，比如士力架、干脆面，便宜好吃，量还多，点商城进秒杀就能买，都是源头直供的好东西，平台给我们谈到的好价，个位数就拿下，快去秒杀频道看看吧。小叔叔，他跑了！小花花，我对不起你啊，都怪我这对不中用的翅膀飞得太慢，让他逃过了一劫。你确定不是因为你太胖飞不动？看破不说破，咱们俩还能是朋友。明天上朝，我再把臭臭丸扔到他身上，左右不过就是1晚上的时间，他跑不掉。这皇上太后以往都是很早离席，这次居然没有丝毫动静，你说奇怪不？哼，活该你听不到云家4小姐的心声。启禀皇上，臣女冒昧提议，不如让我们这些闺阁女子比试一番才艺，为这宴会增添一些乐趣。小花花，那人就看你。这人好强烈的怨气啊！准了。朕也想看看各家闺秀的风采。皆是比试，总要有个彩头才好。这镯子跟随本宫多年，今日便赠予表现最佳者。嘿，云4小姐。小叔叔，这哪来的骚包啊？怎么到处在发情啊？小花花，这玩意儿估计看上你了。啥？云4小姐，本皇子是洪水猛兽吗？就这么的不待见我？是。你还是个人吗？奶奶的，这死丫头的头咋那么的贴呀？快疼死我了！你才不是人呢，你全家都不是人！这个王八蛋啊，他也不看看他自己长得啥样，他还敢肖想姑奶奶啊！再说了，姑奶奶才12岁，还是个宝宝，他有没有一点可耻心啊他？小叔叔，幸好我身上有这件防御宝贝，他要是再打我的主意，我呢就用头撞死他。